听不懂啊！我他妈高兴，我他妈愿意。《草木人间》是一个现代版木莲救母的故事，是一个反传销题材的电影。秦晴姐和蕾蕾所扮演的从川渝地区过来的务工者，想在杭州找父亲。真要是在杭州安家，我还要准备彩礼、房子，那些不用钱啊。开花做上了采茶的这份工作，木莲在这边上大学。等妈妈上了妆，都能挣好多钱，一辈子我们两个都用不完的钱。你们房子买了买那些？你疯了吗，吴才华？因为母亲误入传销，引发了儿子拯救母亲的故事。拍这个题材很大的初衷也是自己的家人进入到了传销的这个系统里面。我给你钱呀！不能钱。哎呀，就像电影中木莲见到他的母亲，给他说：“哎，有那么一款产品，你要不要试试用一用？”来，那是一种先进的模式。它叫做分享经济。他已经有一套被培训过的、带有组织性的一套话。这产品摆在这里，大家都看见了，这是传销吗？不是，您就可以成功的收获1000。这部分并不是以一个编剧的角度写，而是以一个传销组织者吧，我们自己作为一个蝴蝶国际的创始人，去开发这些课程。先亲后叔，开始列丈夫、妻子、男友、女友。其次，你的同乡。产品的 VI 啊，企业的宣传片，在现场都是真实播放的，完整的建构了一套我们自己的传销系统，洗脑方式全给呈现了。你要成为什么样的舞台花？我要成为独立的、自信的舞台花。借由传销在讨论人的精神。没有人喜欢，没有人爱。我们调研了大量的这些传销人士，他们很难再回去的。它最大的危害是精神损害，在传销的过程中获得了在传统人生意义上未曾遇见的精神启蒙。我以前就是采茶的，我现在是喝茶的。欲求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性的情感部分，他们无法再回到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中，对他们这样的人格进行修复和帮助其实是很难的。感谢你们2个人，真的。秦姐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她的现场剧本上全是笔记。我说太认真了，不用那么认真。结局有一些展现身体的一些部分啊，我说你敢演吗？她说导演敢写的话，他就敢拍嘛。其实当时是很感动的。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让你妈妈开心。有了蒋老师的加入，要不问问陈老师有没有这方面意向？他都是出演主角嘛，这次要来当一个所谓的配角，哎，没想到陈老师义不容辞。选到蕾蕾的时候，一个带有神性的自然之子这样形象的青年，我就先到他拍戏那个城市。他就老是在问我说：“哎，为什么找我演这个角色？”我就看他的眼睛嘛，就是非常的清澈。他从5岁就开始出道，10多年的工作经验，还能保持住眼神的清澈和纯粹，其实是另一种天赋。呈现的是以西湖为主的杭州主城区的雷锋夕照啊、苏堤春晓、曲岸风荷。我们作为江浙就身边有很多采茶的亲戚，很早就有了一个采茶女的形象，因为茶就是人在草木间，古老的茶山，千百年都在的西湖，远处就是完全现代的都市了。传统与现代中间，我们此刻在这个时代的浪潮之中的位置是什么？人的欲望又是怎么样的？选择了犯罪这个类型和山水的一个融合，犯罪非常剧烈，山水就非常静谧嘛，它就有了一个极致的对比，人间地狱。在满觉榕和龙井村这一带，选择了这2座山头的茶女，就是跟他们一起采茶，一起生活，甚至没有个完整的纪录片，了解了采茶女的生活、风物以及技术。60%可能60-70%都在调研茶。我们真的是找到了一位茶痴僧人，陆羽煮茶，
还有茶饼、原料、煮茶的24器去进行了复原。为什么要跟茶给关联起来嘛？它跟木莲救母有关啊，然后它是一个精神信仰，然后精神信仰我们说它需要很多文化意象的符号来承载。茶它作为一个文化性的存在，在电影中对文脉留住了一点点。